产品、营收、晶片、政策，今天的人工智慧在每一层同时开打。我们挑了8则，先从最会搞事的 OpenAI 开始。第一则 ，OpenAI 一次出2张牌。产品上推出主打上班族的 ChatGPT Work， 把写程式的 Codex 直接并进桌面版，还开了15个外挂整合。资本上传出最快9月就要挂牌上市，私募市场估值大约7300亿美元，等于把整个办公室搬进一个代理人里。第二，换 Anthropic 放大招。财新报道，它的年化营收冲上大约470亿美元，首度反超 OpenAI 的250到330亿。同时，它的资安计划 Glasswing 把会自己找漏洞、修漏洞的 Claude 模型，从50家伙伴一口气扩到15个国家、150个组织，涵盖电力、水利跟医疗。第三 ，Google 这边 Gemini 3.5 Pro 预计7月17号正式上线，一次把脉络长度拉到200万 token， 是目前前言的2倍，等于能一口气读进更大的专案。不过最强的深思模式被锁在每月250美元的顶级方案里，另外还推出 Nano Banana 2类生图跟 Omni Flash 影片模型。第四 ，Meta 也跳进来抢编码这块，它推出 Muse Spark 1.1。人工智慧主管形容是自家史上最强的代理与写程式模型。这一步等于正面对上 Anthropic 的 Claude Code 跟 OpenAI 的 Codex， 代理是写程式的战场又多了一个重量级玩家。第五，高通正在疯狂补课，他先花大约39亿美元买下能让模型跨不同晶片跑的人工智慧软体商 Modular， 接着又传出正在洽谈用80到100亿美元收购用开源架构做人工智慧晶片的 Tenstorrent， 等于一次补齐软体加硬体，抢进辉达、超微的地盘。第六，辉达踩到一颗小石头。半导体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报道，黄仁勋3个月前才秀出的新一代机柜 Kyber 可能延后超过1年，拖到2028年。卡关的地方是一块78层的电路背板做不出来。不过辉达出面否认，强调产品路线图完全不变，这件事目前是可信，但还没被证实的供应链消息。第七，台积电亮出新武器。它的矽光子平台 CUP 今年进入量产，用光取代铜来传资料，直接解决人工智慧资料中心的塞车问题。辉达、博通都排进首批客户，研究机构估计这块产能到2028年有机会冲上每个月25000片晶圆。第八，政策也来了。中国网信办的拟人化人工智慧互动服务暂行办法7月15号正式上路，要求服务必须明白告诉你，我不是真人。新规还禁止对未成年人做情感操纵，禁止拿你的私人对话去训练模型。字节跳动、阿里巴巴已经先一步关掉部分陪伴功能。从抢上班族、拼营收到晶片跳票，政策上路，今天这8则人工智慧的战场已经从模型一路打到办公室、机房跟法规。以上就是今天的8则，我们明天见。